为什么辛辛苦苦赚到一大笔钱之后，守住它反而成了一件好像更难的事儿？没错，这个感觉啊，就像是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对，却发现想要站稳，还需要更多的技巧和平衡感。是这个理儿。我们手头这份分析材料呢，就挺深入的剖析了这个问题。它总结了就是财富突然增加之后，人们特别容易掉进去的15个坑。15个，有些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错误了，真的可能让财富唰一下就没了。确实，所谓的昙花一现。对，所以这次咱们的目标就是一起来挖一挖这些错误背后的够深层的原因，看看哪些真实的案例也挺引人深思的，然后呢，试着提炼出一些就是真正能帮你守护财富的智慧。就像材料里反复强调的，致富可能需要机遇、勇气，甚至不少运气成分。是的，但首富那考验的更多是你的认知边界、你的行为习惯，还有就是内心的那个克制力。说的特别对。这份材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提醒就是，你看拿到钱或者说赚到钱，这仅仅是财富旅程的一个起点而已。开始。真正的挑战其实在于后面怎么去管理，怎么去保有它。很多时候，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行为偏差，比如说成功了，心态有点飘了，或者说消费不知不觉的就水涨船高了，这些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就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就把你辛苦积累的成果给侵蚀掉了。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看看那些最容易让人从财富自由的门槛边上又滑下去的思维陷阱和行为模式。好，第一个，我觉得特别值得警惕的，就是那个过度自信的陷阱。材料里指出啊，很多人他们可能抓住某个机遇，或者就是所谓的风口嘛，对，风口，赚到第一桶金之后，那个心态就容易飘起来，觉得自己简直是商业奇才了，好像随便哪个领域都能点石成金一样。这种感觉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儿熟悉？这个太典型了。这种过度自信背后啊，其实有好几种心理机制在悄悄地运作。首先就是那个很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对，幸存者偏差，这个我听说过。对，你成功了吗？你眼睛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辉煌，很容易就忽略了，在同一个赛道上，其实有无数失败的炮灰。确实。然后呢，你就容易把很大程度上的运气，或者说时代给的红利，误判为全是自己的超凡能力，把运气当实力了。没错。其次呢，赚钱这个事儿本身，它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带来很强的快感。这种快感就会诱使你想要去重复这种体验，有时候就可能导致那种不经过仔细评估的高风险的冒险行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多巴胺陷阱。原来如此。最后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圈子效应。当你成功以后啊，身边往往少不了各种赞美啊、奉承啊。对，捧得高高的。对，这种捧杀其实很容易让人失去客观冷静的自我认知。材料里那个 Justin Kang 的例子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退创建人，对，他抓住了游戏直播这个大风口，2014年差不多10亿美金，把公司卖给了亚马逊，将近10亿，一夜暴富，可说是瞬间就实现了巨额的财富自由。但问题就来了，他立刻就觉得哇，无所不能了。心态变了。几乎没做什么深入的市场调研，风险评估也没怎么做，就豪掷了上亿美元，搞了一个全新的社交电商项目。跨界了。他就以为凭着之前成功的那个光环啊、资源啊，新项目也能手到擒来。结果呢？结果不太好。对，这个项目完全没抓住用户的真实需求，市场的节奏也没跟上，短短36个月烧掉了7500万美元。哇，7500万。最后只能惨淡收场。他后来反思，说自己当时真的太蠢了。他说：“我误以为 Twitch 的成功主要是我个人的英明神武，但实际上更大的因素是直播正好是那个时代节点上爆发的风口。”时势造英雄。他说他盲目相信自己能复制成功，却忘了好运气不可能永远跟着你。
这个代价真是太沉重了。Justin Kan 这个经历啊，恰恰就说明了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这份材料就建议啊，在做任何重大的投资决策或者商业决策，特别是当你打算跨界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的时候，一定要先冷静下来，问自己3个灵魂拷问。哪3个？第一，我是不是真的透彻地理解了这个行业的运作逻辑和潜在风险？懂不懂？第二，我有没有或者说能不能组建一支具备这个领域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核心团队来支持我？有没有人？第三，假设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我能不能够承受失败带来的财务和声誉上的后果？输不输得起？对，如果这3个问题里面任何一个答案是模糊的，或者是否定的，那绝对应该停下来三思而后行。得慎重。同时呢，养成一个习惯特别重要，就是每次取得阶段性成功之后，都要做个冷静客观的复盘。复盘很重要。对，诚实的区分一下哪些成果确实是来自你的能力、策略和努力，哪些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是运气，是市场红利，或者是你正好站在了风口上。分清楚能力和运气。材料还提到一点，就是身边最好能有那么1-2个敢对你泼冷水的人。逆耳忠言。对，提出不同甚至反对意见的人，可能是你信任的家人、经验丰富的老同事，或者是你敬重的行业前辈。他们的存在能帮你打破那个信息茧房，避免在一言堂的舒适区里越陷越深。这个旁观者清的建议确实很关键。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2个，这个可能更普遍也更隐蔽的一个错误，就是忽视支出管控。这个太常见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很多人对小额支出的那个痛感会逐渐变得麻木。比如说吧，月薪5000的时候，可能为了一杯20块钱的奶茶要纠结半天。对，但当月薪涨到5万的时候，可能300块一次的下午茶也就随手刷卡了。是的。你有没有留意到自己的消费习惯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升级换代了？这就是忽视支出管控最可怕的地方。材料分析说它的破坏力不在于某一次惊天动地的大额挥霍，不是一次性的。对，它更像是船底上有无数个微小的、不太容易察觉的渗漏点。慢慢漏，日复一日，慢慢的就让你失去了对财务状况的掌控。从心理层面分析呢，你拥有的财富越多，单笔支出在你总资产里占的比例就越小嘛。对，心理上的那个痛感阈值自然就提高了，容易产生哎呀这点小钱无所谓的想法。与时同时呢，你的那个消费基准线也在不知觉中往上漂移。消费基准线？对，比如说你买了第一个1万块钱的名牌包，那么你在看到5000块的包的时候，潜意识里可能就觉得挺便宜对比出来的。对，当你习惯了开50万的车，再看20万的车，可能就觉得哎呀它普通了。更麻烦的是，这条基准线一旦抬上去了，想再降下来，往往需要极大的意志力。确实，由奢入俭难。另外还有很多那种看起来不起眼的隐性支出，比如各种视频音乐平台的会员费、健身房年卡、软件订阅费、各种分期付款等等等等。这些小钱在不经意间累积起来，可能就是个惊人的数字。材料里那个做电商的烹油的例子，读起来真是让人心里咯噔一下。他自己创业嘛，公司年利润大概200万左右，不错了。对，这在很多人看来已经相当成功了。但有一次，他心血来潮，仔细盘点一下自己家庭的年度开销，结果把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具体怎么说？我们看看他的账单市中心高档小区的大平层，月租金就要5万。哇，租金就5万。家里养着2辆豪车，每个月的油费、保养、保险这些加起来，平均要2万。养车很费钱。日常的餐饮、购物、娱乐这些生活开销，每个月大概4万元。还有就是必不可少的社交应酬，每个月也得3万左右。孩子上的是国际学校，学费1年20万，平摊到每个月差不多是1万7。开销真大。这还没完呢，家里还顾着阿姨，工资要付吧？对。养着宠物，
偶尔寄养也要花钱吧？还有时不时的人情往来、节日送礼什么的，杂七杂八。零零总总算下来，他每个月的固定和半固定支出竟然高达16.7万块。16.7万一个月，一年下来正好是200.4万，也就是说，他辛辛苦苦一年赚来的那200万利润，几乎被家庭开销完美的消耗掉了。哇，几乎没结余啊！对，他自己都感慨说，我以前真的从来没仔细算过账，总觉得赚的钱够花就行了，哪里想到够花的真实含义竟然是刚刚好花光。唉，他说，如果早点算这笔账，肯定不会冲动买第二辆没必要的豪车，也不会一直租这么贵的房子。这个案例啊，真是生动地说明了，有效的支出管控绝对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守护财富不可或缺的一环。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材料给了几条特别实用的建议。第一，就是务必坚持使用记账工具。记账，对，不管是手机 App 还是简单的电子表格，关键是养成习惯，记录下每一笔支出，不论金额大小，这样能让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钱到底流向了哪里，是理性消费呢，还是冲动花费了？心里有数。第二，要为自己设定明确的支出预算和上限，尤其要重点关注那些非必要支出，比如奢侈品消费啊、过度的娱乐啊、频繁的高档餐饮啊等等。你可以尝试设定一个比例，比如说把这类非必要支出控制在月收入的1/10或者1/15以内。设个航线。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定期进行支出复盘。复盘，对，比如每个季度或者每半年坐下来，认真审视一下自己的消费记录，主动识别并且砍掉那些无效支出。什么是无效支出？比如说，买了却几乎没穿过的衣服，办了卡儿却很少去的健身房，订阅了却不看的杂志等等，这种我也有不少。对吧？别小看这些，积少成多，坚持下来也能为你省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然后你可以把这笔钱重新投入到更能增值的地方去。有道理。说到增值，这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第3个常见误区了。这次是关于投资的。投资也很关键，就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就是过度依赖单一的资产类别。这个风险很大。比方说，有些人就坚信房产信仰，觉得只有房子最保值、最稳妥，于是就把几乎所有的钱都砸进了房地产。还有些人呢，可能特别看好某个行业或者某只股票，觉得它肯定会一飞冲天，于是就全仓压住。对，你在投资的时候，是否也有自己特别偏爱，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迷信的某个品种，以至于可能忽略了其他的机会和风险呢？这种把宝压在一处的做法，它潜在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任何一类资产能够保证永远只涨不跌。对，市场是变化的。对，一旦你过度集中的那一类资产遭遇了市场的巨变，比如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或者股市经历熊市，或者某个特定行业遭遇了黑天鹅事件，比如说政策突变呐、技术颠覆啊什么的，那么你的整体财富就可能面临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太可怕了。那为什么还会有人这么做呢？材料分析认为，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那个熟悉感偏好。熟悉感偏好。对，人们天然就倾向于投资自己相对了解、感觉能控制的领域，觉得这样更安全。对于不熟悉的资产类别，比如债券呐、黄金呐、大宗商品、艺术品或者海外资产等等，会因为不了解，本能地觉得水太深，不靠谱。不敢碰。二是路径依赖，或者说过往经验误导。就是以前赚过钱。对，如果过去在某个领域，比如说炒房或者炒股，尝到了甜头，就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式，认为这种成功模式可以无限复制，从而忽略了市场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是说白了就是学习惰性，懒得学。坦白说啊，要去了解和学习一个新的资产类别，确实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很多人会觉得
哎呀，太麻烦了，所以宁愿守在自己已经熟悉的那个1亩3分地里，不愿意跳出舒适圈。材料里提到的那个朋友父亲的故事，听了真是让人感到，既惋惜又沉重。那个例子很典型。大概是在2017年前后吧，当时国内很多城市的房价正处在高点，而且上涨预期特别强烈。对，那时候很火。这位父亲就坚信房价还会继续大涨，于是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不仅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500万，500万积蓄不少了，还通过各种途径又借贷了300万，还借了300万。对，凑足了800万。在他家乡一个3、4线城市，集中购买了3套商品房，满心期待着通过房价快速上涨来实现财富翻倍。孤注一掷了。然而事与愿违，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所在的那个城市房地产市场迅速降温，房价开始步入下行通道。形势变了。当他想把手里的房子卖掉变现的时候，却发现根本卖不出去，挂在中介那儿大半年，甚至连个正经来看房的人都没有，砸手里了。结果是什么呢？不仅当初投入的500万家庭积蓄变成了难以处置的不动产，彻底失去了流动性。而且每个月还要承担高达1.5万的银行贷款月供，再加上物业费取暖费房屋维修基金这些持有成本，让整个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生活品质也大受影响，压力太大了。他后来无比懊悔地反思说，我当时真是被房价永远涨那个念头冲昏了头脑，太傻了，把所有的钱都砸了进去，现在想抽身都难，真是后悔莫及。这个真实的案例极其鲜明地凸显了资产配置和分散风险的重要性。那该怎么办呢？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材料推荐了一种在投资界比较成熟，同时也相对容易被普通投资者理解和操作的资产配置策略，叫做核心 plus 卫星。核心加卫星？对，这种策略的核心思想是，把你的投资组合分成2个部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70%到80%，作为核心资产。核心。这部分资金应该投资于那些风险相对较低、波动性较小，能够提供长期稳定回报的资产类别。它们是你财富的压舱石，目标是保值和稳健增值。比如哪些呢？比如说，可以考虑跟踪大盘指数的基金，像沪深300 ETF、标普500 ETF 这类的。指数基金。还有位于核心城市优质地段，并且容易出租产生现金流的房产，注意是优质地段。对，位置很重要。还有高信用等级的债券，或者大额存单、国债等等。这些比较稳。剩下的那部分较小的资金，比如说20%到30%，可以作为卫星资产。卫星？对，卫星。这部分资金可以配置于那些潜在收益比较高，但同时风险和波动性也相对较大的资产类别。它们的作用是锦上添花。博取高收益。目的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博取更高的超额收益。比如，可以是你深入研究过、有信心的个别股票，尤其是你熟悉行业的龙头公司，或者是黄金，通常被视为对冲通胀和避险的工具，或者某些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甚至参与一些风险投资基金，不过那个门槛比较高。明白了。核心求稳，卫星求进。对，但仅仅做好初步配置还不够，关键在于你还需要定期的，比如说每半年或者每1年，对你的投资组合进行一次再平衡。再平衡？也就是说，你需要检查一下各类资产在你总投资里所占的比例，是不是因为市场的涨跌而偏离了你最初设定的目标比例。比如说，如果股市大涨，导致你的卫星资产，也就是股票类占比过高，超过了30%，那么你就需要卖出部分盈利的股票，把获得的资金买入核心资产，比如债券或者指数基金，把比例调回来。对，从而将资产比例重新调整回你预设的，比如说70-30或者80-20。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锁定一部分利润，并且确保持续有效地控制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敞口，避免因为某一类资产的过度集中，而让你在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遭受重创。
听起来核心 plus 卫星和这个再平衡，确实是一种更理性也更系统化的投资方式。是的，他强调纪律性。好，我们接着看第4个陷阱，这个可能更隐蔽一些。嗯，那就是在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啊，容易滋生出自满情绪，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厉害了，经验啊、知识都够用了，从而停止了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脚步。这个很危险。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觉？觉得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事业达到某个高度之后，好像就不再那么需要去充电、去更新自己了。材料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贯穿整个首富议题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什么？他强调说，财富的积累本质上是你认知能力的变现。从长远来看，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这句话有点深刻啊。是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想想。它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停滞不前了，即使他因为运气或者抓住了某个风口，暂时获得了大量财富，他也很可能因为无法理解和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或者市场规则的迭代，或者不能及时识别新的风险和机遇，而最终让这些财富，得而复失，守不住。对，这种停止成长的行为啊，材料分析认为，往往源于以下几种心态：一是认知固化，怎么讲？就是过于相信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和知识体系，觉得那就是绝对真理了，不愿意或者说不屑于去接受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经验主义。二是陷入了舒适区陷阱。舒适区。对，学习新知识、挑战固有的观念、尝试新事物，通常是需要付出努力，甚至要经历不适的。而享受现状、维持不变，就相对轻松。人性的弱点嘛，使得我们天然倾向于待在让自己感觉舒服的区域。人之常情。那是骄傲与自满，成功很容易让人产生优越感，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不再需要向他人学习，甚至可能开始轻视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或者年轻一代的见解。材料里那个做了20多年传统外贸的老板的故事，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注脚。那个我知道，挺有代表性的。这位老板呢，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依靠传统的，就是参加国内外展会、面对面接订单那个模式，对，老黄历了。的确是抓住了中国外贸的黄金时代，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兴起，他的思维啊却没能跟上，落伍了。他就固守着过去的经验，不愿意投入精力去学习和尝试线上的推广渠道，比如当时已经很成熟的阿里巴巴国际站，或者后来兴起的亚马逊全球开店什么的。他也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和使用新的管理工具，比如 CRM 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对，来更系统化、精细化的管理和跟进客户。对于国家出的各种跨境电商新政策、新的贸易规则和玩法，他也知之甚少，甚至有点抵触。结果呢，近些年来，那些比他年轻、更懂得利用互联网工具、更熟悉新渠道和新规则的竞争对手迅速崛起，抢走了他大量的客户和订单，导致他的公司业绩严重下滑，陷入了困境。被时代抛弃了。他后来感慨万分地说，我当时总觉得我这20多年的外贸经验难道还不够用吗？可万万没想到，时代真的变了。过去的成功经验不仅可能不再适用，甚至可能成为阻碍你前进的包袱。他说，如果当初我能早点放下身段，去学一学线上怎么做推广，用那些新出来的管理软件，也许就不会被这些后浪拍在沙滩上了。这个案例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无论你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都至关重要。对，尤其是在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之后，持续学习、提升认识，就不仅仅是为了增长，更是为了守护。为了守住。你需要不断升级你的认知操作系统，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驾驭你所拥有的财富。那怎么落实这个终身学习呢？材料也给出了一些非常具体而且容易执行的建议。比如说，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个目标，每个月至少读一本与你所处行业相关，或者能够拓宽你视野和思维边界的书籍，主动接触新观点，
了解新趋势。保持阅读。再比如，每年至少参加1到2次行业内的高质量培训、峰会或者重要的展会，积极与同行交流，特别是那些走在前面的人，了解前沿。了解他们正在关注什么，尝试什么，掌握最新的行业动态和前沿技术。甚至材料还建议要敢于放下所谓的成功者的身段，虚心向公司里的年轻人请教，向年轻人学习。对，他们可能更懂社交媒体营销的新玩法，更熟悉各种提高效率的新型办公协作软件，或者对消费市场的最新潮流有更敏锐的洞察。尝试去做一个年轻老师的学生，保持一颗开放、好奇和谦逊的心，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认知升级。的确，认知跟不上，财富就像沙滩上的城堡。最后，我们来聊聊第5个，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根植于人性的心魔——攀比。攀比心，人人多少都有点儿。当你刷朋友圈，看到昔日的同窗或者现在的同事朋友买了令人羡慕的豪车，换了地段更好的大房子，或者把孩子送进了学费高昂的顶级私立名校，你是否会在某个瞬间下意识地闪过一个念头：他都有了，我是不是也应该拥有？仿佛如果自己没有跟上，就会在社交圈里显得没面子或者落后于人了。这种攀比心理啊，它的驱动力往往并非来自你真实的内在需求，不是自己真想要。对，更多是源于外部的比较和社会的压力。它常常诱使你为了维护那个虚幻的面子，或者仅仅是出于不甘落后的嫉妒心，而去购买那些你并不真正需要，甚至可能超出你实际负担能力的东西。这背后是几种复杂心理因素的交织作用。材料分析指出，首先是那个根深蒂固的面子心理。好面子。尤其在东亚文化背景下，人们非常在意自己在社群中的形象和地位。其次是嫉妒心理，看到别人有自己没有的东西，容易产生不平衡感。还有就是来自特定圈层的无形压力。当你身处某个群体，大家都在追求某种消费水平或生活方式时，你很容易被这种氛围所裹挟，觉得别人都有，我也得有。是的，被带跑偏了。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你做出的消费决策和人生选择，很可能就不再是基于自己真实的财务状况、实际需求和长远规划了，而是为了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获得短暂的心理满足感，或者仅仅是为了避免那种被比下去的焦虑感和羞耻感。材料中分享的那个年薪50万的朋友的故事，就极具警示意义。说来听听。这位朋友在1线城市打拼多年，工作能力不错，年薪达到50万，并且省吃俭用攒下了100万的积蓄，原本生活还算过得去。挺好的了。但是他身边有一位做生意的朋友，事业更成功，在市中心买了一套价值高达1000万的豪宅。哇，1000万！看到朋友住进了这样的房子，他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觉得他能住，凭什么我不能？攀比心起来了。对，强烈的攀比心驱使下，他做出了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他不顾家人的劝阻，向亲族朋友四处举债，硬是凑了300万，借了300万，再加上自己的100万积蓄，勉强凑够了400万首付，然后又向银行申请了高达6000万的商业贷款，杠杆加得太高了，算下来每月的还款额就接近3万元。最终，他也在市中心买下了一套总价1000万的房子。结果呢？生活怎么样？结果他每月的税后工资大概是3万5，还完房贷之后就只剩下区5000块钱。哇，那怎么生活啊？连维持家庭的基本日常开销都捉襟见肘，不得不继续靠借钱或者信用卡套现来度日。同时，当初借来的那300万亲友债务也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着他，人情债难还，还款压力巨大，太累了。他的生活品质不仅没有因为住上豪宅而提升，反而急剧下降，整天被焦虑和压力所困扰，精神也备受煎熬，本末倒置了。他后来痛心疾首地反省说，我当时真是被虚荣心冲昏了头，只想着朋友能买我也能买，却完全没去想他能承受的压力我能不能承受。他说，如果当时我能理性一点，
不跟他攀比，买一套总价500万左右，自己能轻松负担的房子，现在的生活该有多从容，也不会把自己搞得这么累。这个故事听着真是让人唏嘘啊。那么，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既无效又极具破坏性的攀比陷阱呢？是啊，怎么摆脱呢？材料建议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逐步建立起内心的防火墙。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回归内心，明确自己的真实需求。问自己需要什么？对，在你决定购买任何大件物品，尤其是那些容易引发攀比心理的东西，比如车、房、奢侈品之前，请务必停下来，冷静地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它对我个人生活的实际价值究竟是什么？是为了满足功能需求，还是仅仅为了向别人证明什么？我能够轻松的并且长期的负担拥有它所带来的一切成本吗？包括购买成本、维护成本，还有可能的机会成本。考虑清楚。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或者犹豫的，那就坚决不要购买。学会区分想要和需要，这是抵制攀比的第一步。其次呢，要把注意力从别人拥有什么转移到如何经营好自己的生活上来。关注自己。对，幸福感和人生的价值绝不仅仅是由物质层面的比较来定义的。和睦的家庭关系、健康的身体状态、持续的个人成长、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些同样是构成幸福人生的宝贵财富。内在的财富。把你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到这些真正能滋养你生命内在品质的方面，而不是总在焦虑地盯着别人又买了什么、去了哪里。当你拥有了丰盈的内心和多元化的价值支撑体系，外界的物质比较对你的干扰就会大大减弱。最后，材料还给出了一个很实用的建议：有意识地筛选和净化你的社交圈。筛选圈子。对，如果你发现自己所处的某个社交环境，无论是现实中的朋友圈，还是网络上的社交媒体，长期弥漫着那种过度攀比、互相炫耀的风气，让你感到焦虑和压力。那么你可以尝试着与这个环境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主动去结交那些价值观与你更契合、更注重生活品质本身，而非物质标签，能够相互支持和真诚交流的朋友。营造一个更健康、更少压力的社交氛围，对于摆脱攀比心态非常有帮助。从关注外界转向关注内在，从被动比较转向主动经营，这确实是关键。聊了这么多坑啊，材料最后还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更具前瞻性的观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一下。是什么观点？他说当你的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想实现持续的，甚至是指数级别的增长，可能就不再仅仅依靠你个人的单打独斗、拼速度、拼能力了。更关键的是，要学会建立起有效的系统。建立系统，是的，这个观点极其重要。它标志着一种从战术勤奋到战略构建的思维模式转变。怎么理解？简单来说，就是要从凡事亲力亲为、靠自己一双手去打拼的模式，转变为设计、搭建和驱动一个能够自我运转的系统，让这个系统为你工作、帮你赚钱的模式。让系统赚钱。对，从主要依靠出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换取收入，转变为依靠你所建立起来的系统或者资产组合去产生持续的甚至是被动的收入流。被动收入，就像材料中引用的那位经验丰富的投资银行家说的，你需要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管理者，让他帮你运营好那个已经做到5000万美元规模的公司，这样你才能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解放出来，去专注于思考和打造下一个价值10亿甚至100亿美元的企业。这个所谓的系统，具体可能包括一个能够各司其职、高效协作的得力团队，一套标准化的、可复制、可扩展的业务流程和管理规范，以及一个能够持续产生被动收入资产组合。比如管理良好、能够带来稳定租金收入的出租物业，能够长期持有并享受复利和分红的优质指数基金，或者是一个具有品牌价值、可以通过授权或加盟模式来扩展的商业模式等等。这么一说，我想到了乔布斯和巴菲特的例子，他们似乎都印证了这一点。可以这么说。乔布斯早期也是事必躬亲的技术狂人，但他后来之所以能缔造苹果帝国，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由顶尖人才组成的强大团队，以及一套能够持续创新的研发和管理体系。对，系统。巴菲特更是系统思维的大师了。他并不亲自经营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众多公司，而是通过建立一套独特的投资法则和管理原则，以及信任和赋能给各个子公司的优秀管理者，从而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能够自我增值的商业和投资帝国。完全正确。所以啊，如果你不仅仅满足于小富即安，而是有着更长远的财富增长目标，那么材料的这个建议就非常值得你认真对待了。也许你应该在适当的时候主动的慢下来一些，把你的主要精力从一味的追求更快地赚到下一笔钱的速度和效率，转移到更具战略性的层面。慢下来做什么？专注于去设计、构建和完善一个可持续、可复制、可扩展的赚钱系统上来。这可能意味着你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寻找和培养合适的人才，建立一个能够相互信任、能力互补的团队。找人。你需要投入精力去梳理和优化你的业务流程，让它变得更加标准化、高效化，减少对你个人能力的过度依赖。建流程。你也需要持续的学习和实践，去构建一个多元化的、能够产生稳定被动收入的资产组合。建资产。材料最后那句话说的特别好，与其一门心思的追求如何快速赚到1个亿的速度，不如先静下来思考和建立起一套能够支撑你赚到1个亿甚至更多的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才是你未来财富更长期、更稳固的基石和保障。好了，关于如何守住财富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借助这份材料，深入探讨了几个常见的误区和应对之道。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回顾整个过程啊，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守住财富的核心，好像真的不完全取决于你最初的运气有多好，或者第一桶金赚了多少钱。对，而更多的在于你是否能够随着财富的增长，同步培养起与之匹配的正确习惯，和保持一种长期理性的心态。正是如此。这份分析材料最后也做了一个挺精辟的总结。他认为要想真正守护好来之不易的财富，关键在于有意识地去培养和践行3种核心的习惯。哪3种习惯？第一是理性决策的习惯。无论是在做消费决定、进行投资布局，还是寻求商业合作时，都要养成事先做足功课、充分调研、审慎评估风险、仔细计算成本和收益的习惯，坚决避免仅凭一时冲动、感觉或者他人的鼓动就做出重大决定。理性。第二是持续学习的习惯。学习。要深刻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商业环境、技术浪潮、市场规则乃至认知体系本身，都在以极快的速度不断演变。你必须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变化的敏感，持续迭代自己的认知，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技能，掌握新方法，拥抱新思维，才能确保你的财富基础不被侵蚀。迭代。第三，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要始终保持敬畏的习惯。敬畏。对，要敬畏市场本身的规律和不确定性，不幻想自己能够完全预测或控制一切。要敬畏声誉和信用的长期价值，坚守商业道德和契约精神，不做有损信誉的短视行为。同时呢，也要理解和尊重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不因财富的增长而变得傲慢、自大或脱离现实。说得真好，确实，归根结底赚钱可能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抓住机会的能力。而守富则是一种需要长期修炼的智慧。没错。那么在这次探讨的最后呢，也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延伸思考的问题。好啊。今天我们集中讨论了很多关于如何避免损失财富的常见错误嘛。对，避坑。那么如果我们尝试跳出这个避坑的框架，从一个更积极、更主动的进攻型的角度去思考，无论你现在正处于哪个财富阶段，你认为你可以有意识的去培养和加强哪一个积极的或者能力，来为未来更好的守护并且持续增值你的财富，打下更坚实、更主动的基础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每个人深入想一想。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希望我们今天的探讨能给你带来一些不同角度的启发和切实的帮助。也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